這是樂高第一次在小比例科技組跑車中實現了 W16 發動機，也是樂高26年科技組新品42222布加迪奇龍。那如果說42212法拉利 FXXK 是角度創建的優秀代表，那麼這輛同比例的布加迪奇龍則是把對零件本身特點的應用發揮到了極致。通過本期視頻，我們就來詳細的看一下這款套裝的具體表現。先看包裝，彩盒正面除了一個賽車场景圖以外，右下角還可以看到傳奇集結的 logo， 零件數771片，年齡定位9歲以上。彩盒背面除了侧後方视角圖，還可以看到原型車照片以及一張遊戲剧照。所有的零件一共是分成了5個大步驟分包，平均每個大步驟只有154片零件。拼搭手冊1本，厚度適中。手冊末尾也是把彩盒背面的圖片拿來再用了2次。總步數呢，一共是有233步，步均3.3片零件。那貼紙呢是有這樣的一小張，另外還配了一張狂野飆車傳奇集結的遊戲兌換卡。在新零件方面，首先是編號為6613的三角形科技面板，除了正面的削孔，在2個直角邊這一面還各有一個軸孔。下面來看內部設計。這裡是 W16 發動機在新發動機零件下的首次搭建，可以看到設計師在左右兩側各設計了2排氣缸，其中一排呢是通過4通十字軸連接件進行固定，另一排則是通過內部32192帶角度十字軸連接件進行創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創建出來的左右各1排气缸呢會有一定的可活動框量，稍後會通過2枚球頭零件進行消除。對應的，在聯動結構方面，也因為2枚32192的加入佔據了縱向空間，所以差速器也是對應向後移動了2個單位。同時，設計師在這裡也設計了一組20:12的齒輪組，那這組齒輪組呢，也會帶來相對更快的發動機聯動速度。經過我們的測試，雖然是 W16 發動機，測試下來聯動也是非常的順暢。這裡是前懸架轉向結構。手動動力從車頂下來以後，通過一組12:12的齒輪組，然後向車頭方向傳輸，最終是通過1枚12齒齒輪帶動轉向齒條，實現車輛的轉向，也是非常常規的設計。那麼這輛布加迪奇龍的拼搭一共是用了大概4-5個小時。在外觀方面，和最近評測過的幾輛小跑車一樣，外觀搭建完成度都非常的高，幾乎沒有什麼鏤空的破面。不過顯而易見的是，相對於法拉利 FXXK 等其他幾輛同比例跑車，這輛布加迪奇龍在外觀角度創建方面做的是相對比較少的，而更多的是利用零件本身的弧度或者斜度。比如車頭2側車燈下面的斜面，設計師是在內部利用了4450帶角度十字軸連接件本身的斜度，而車燈上面的弧面呢，則是使用到了弧面磚，並且在裡面是一個單點固定。再看整個前蓋弧形向下的曲面，同樣是利用到了弧面科技面板本身的弧度，而对零件本身特點的挖掘，在前蓋後面的一塊輪眉零件這裡呢，更是顯得尤其的巧妙。再往後，兩側車門逐漸內收的角度，設計師還原的也是非常到位。設計師首先是在裡面使用1枚4450 7號十字軸連接件，將車門的旋轉角接點略微後移，而逐漸內收的車門角度呢，實際是通過零件底池來實現的。整輛車為數不多的角度創建，其中一個是在引擎蓋上面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向下的傾斜角度，而兩側的輪眉也非常特別，可以看到設計師在這裡是對輪眉做了一定的傾斜。那一方面應該是出於給裡面的科技面板讓出空間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為了調整兩側輪眉在垂直方向上的弧度。來到車尾，貫穿式尾燈採用了紅色軟管，非常的醒目。左右兩側各有一片傾斜的科技面板，這裡採用的是單點固定外加零件約束的搭建方式。那中間的排氣管在這裡是通過貼紙進行還原，而底部的擴散器則是採用了磚塊類零件。所以到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來，這輛布加迪奇龍在外觀搭建手法方面，更多的是傾向於充分利用零件本身的特點，並非像法拉利 FXXK 那樣通過孔壁等零件的搭建去創造角度。當然，這個搭建手法的差別僅僅是一個客觀分析，完全不存在哪種搭建手法會更優秀的問題。可以說，這2輛車的2種不同搭建手法的各自代表，也是針對不同的原型車，恰到好處地選擇了對應合適的搭建手法。在功能方面，首先是旋鈕轉向，可以看到操控下來完全沒有問題。
在車輛行駛的過程中 ，W16 發動機也可以和車輪之間進行聯動，並且運轉起來確實是非常的順暢。然後是兩側車門的開合以及前蓋的開合，那這些功能測試下來呢，都是沒有問題的。在牢固度方面，雖然設計師在車頭還有車尾擴散器等局部位置使用了一些磚塊類零件，但是整體牢固度表現完全沒有問題，也基本沒有發現特別容易脫落的零件或者模塊。甚至我們可以通過拎着尾翼把整個車子像這樣給拎起来，那也是沒有問題的。好了，那麼本期評測就到這裡了，咱們下期見，拜拜。